舞蹈学院的校花去白人猛男教练家中补课，却意外撞破了他和哥哥的秘密。教练别这样，我的腿好酸，我快不行了。2层别墅的阳台上，我柔软的身体被摆成了一个大字，修长的美腿被掰开，一高一低搭在架子上。白人猛男教练块头很大，单手扣住我脖颈，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往下摁，每一下都让我的筋骨酸痛无比。我忍不住痛呼一声，全身一软瘫在了地上。我叫赵倩，是舞蹈院新生，因为肤白貌美，气质冷艳，大一就被评为舞蹈学院的校花。半个小时前，我来舞蹈教练家补课，却因为太匆忙忘带舞蹈服，所以穿的是教练给我准备的紧身舞蹈衣，单薄的舞蹈裤勒得很紧，将我的身材衬托得凹凸有致。我一抬腿，就感觉四面八方的凉风钻进来，我身后就是高大英俊的白人教练，腿再张大点。白人教练肌肉发达，或许因为太热了，他光着膀子，露出漂亮的胸肌和腹肌。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，早就听说欧美男人比亚洲男人健壮，今天一看，我是真信了。就在我望着教练走神时，一双大手带着浓郁的体味，忽地按住了我的腿。怎么这么懒散？腿抬高一些，不练出汗不要停下来。话音刚落，教练的那双大手愈发用力，我几乎站着摆出了一字马的动作。教练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带着哭腔，半是颤抖，半是痛苦。教练可不管这些哦，动作必须到位，否则继续加课。可我实在是吃不消了。白人教练英俊的脸上露出得逞的笑意，吃不消，就让教练再帮帮你啊。说着，我就感觉到他另一只手飞快地按住我的脖子，将我的腰肢压弯下去。你看你身材，还真是很有潜力啊，弯成这样了，还能将腿拉得这么直。我哭丧着脸摇头，却没有换来他的同情，反而让他更用力。我的筋骨被狠狠拉伸一下，酸痛感袭遍全身。教练，不要了。他却觉得不够，邪笑一声，没想到你看起来瘦，身材柔韧度这么好。实话告诉教练，你有没有交过男友？我耳廓一热，下意识没有，我还是完好无损的。教练嘿笑了2声，没反驳，手上的力道却越来越大。我固定着姿势，牢牢保持着，酸痛感袭遍全身，让我双腿发颤，最后双腿软得不成样子。他松手后，我虚弱地倒在他怀里。教练，教练！就在我感觉每一根骨头都仿佛酥麻起来，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突然别墅大门打开了。我猛地抬起头，门外站着一个1.9米的白人帅哥，他身形健硕，胸肌明显。我的白人教练原本已经算是高大了，可他竟然还要再高个1-2公分。教练忽地把手收了回去。哦，哥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教练甜腻的声音在耳边响起。我仔细一看，从身材到长相，他和教练都十分相似。哥，我在给学生上课呢。教练解释几句后，就向我介绍了一下，原来这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沃伦，是一家外企的高级健身顾问。沃伦望着我红扑扑的脸蛋，勾了勾唇，练舞蹈的地方怎么会有水？我低头一看，我正下方的地板上真真切切流了一小滩水，我顿时臊红了脸。教练尴尬地开口，刚刚我不小心把水洒了。沃伦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深邃漂亮，看得我心口一滞，小嘴巴不由自主地抖了几下。我赶紧撇开了眼睛，借口有事，换了衣服以后匆匆走了。这次补课就算完了，但架不住我还有个游泳比赛，我后面的补课还得继续。当我再次站在教练家门口的时候，说实话我心里还是很紧张的，毕竟我上次差点被教练折磨到瘫痪。但为了训练，为了能在比赛中获得名次，我也顾不上了，毅然敲开了房门。教练，我赶忙拿出带来的蛋糕，这是我给教练带的礼物。一开门我就愣了愣，只见对方露出胸肌，仿佛电影里的男模。
随意地站在门前。就这么一上午不见，我发现教练变得更有魅力了。我一想起上次在这个房间的经历，我就腿软到快要站不稳了。来上游泳课，教练上下打量了我一眼。我知道今天上游泳课，所以特意穿得很清凉，上身一个紧身 T 恤，下身一双凉鞋外加一条热裤。教练的眼神一直往我身上瞟，看得我有几分害羞，撇过头点了点头。去换衣服吧。我随便进了一间卧室，换上了一身比基尼出去，心里稍稍有几分期待，等着教练夸我2句。没成想一出去，就看到客厅里穿着4角裤，浑身肌肉鼓起，背部线条喷张的教练。我心砰砰地往外跳。教练走过来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小倩，我感觉你这里有些发育不良啊。”教练指了指我胸口，严肃地说：“这么下去容易得乳腺癌。我学过中医，帮你治一治病。”我臊红着脸，有些迟疑，可教练却贴上来。我下意识推阻了几下，教练脸色立马沉了下来。小倩教练，这是为你好，医者仁心，想帮你治病，你不要多想，思想也不要这么龌龊。而且教练告诉你，这里是舞蹈家的骄傲，你要是不治病，那以后也别想让我教你舞蹈。教练的话立刻让我害怕起来，舞蹈是我的梦想，如果不能继续学习，那就没办法获奖，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？真的能治好吗？我有些不好意思道。当然，这句话教练是用英文说的。随后坐在沙发上，伸出手，我只好配合他治疗。教练一抬手，开始为我按摩，好好配合，治不好这病，往后别想学舞蹈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没办法，只好按他说的做。教练，我好了吗？我小心翼翼地问。真是扫兴。教练有些不满，施恩一般的语气。随后站起来，快去换衣服吧，一会上游泳课了。没一会，我衣服就换好了。游泳池在他们别墅后面，教练待在水下，美其名曰给我当安全员，害怕我出事。我一下水，就能感觉到他的大手在托举我。教练，我有些紧张，我把你身子抬起来，你开始游吧。教练说。就在我们如火如荼的训练的时候，客厅里忽然传来一道怒吼：“沃伦，你们背着我在干什么？”阳台的玻璃门被猛地推开，紧接着我看到一个跟教练长得一模一样的男人闯了进来。他看到男人和我正身子贴着身子训练时，眼睛都直了。沃伦，你居然冒充我，在我的别墅里欺负我的学生，你这么做对得起曼妮吗？我懵了。你不是教练，你是哥哥沃伦。我有些震惊，再一回想刚刚的事，难免有些尴尬。沃伦点了点头，只听教练冷笑一声：“沃伦，你最好趁我没生气之前，赶紧跟这个女人划清界限，她不过就是个想上位的垃圾而已。”我听到他骂我垃圾，心里有些不忿，从小到大哪里有人这样骂过我？刚想回嘴几句，我就听到沃伦坚定地说：“麦克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倩，是我想追她。”这番表白让我震惊当场。沃伦的中文很好，好像有股磁性的魅力一样说：“小倩，其实这是我计划好的，我喜欢你。”我顿时有些晕菜了，我一时有些不知道说什么，但脸上的红晕早已经胜过了一切。岸上的男人发出一声激烈的吼叫：“你这么做对得起曼妮吗？她就一个发育不良的小女人，值得让你这样？”麦克，沃伦忽然严肃起来：“是我在追求她，如果你非要侮辱她，那我只能对你不客气了。她还没有接受我的追求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相信中国人说的一眼万年，就算她不喜欢我，我也会默默守护她的。”我懵了，他们不是亲兄弟吗？曼妮又是谁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时理不清关系，愣在原地。麦克咆哮了一大通，冷笑一声：“沃伦，就算你喜欢上他，那你欠我的钱呢？整整100万，你拿什么还？我迟早会还给你的，你赶紧滚吧！”沃伦捏紧了拳头。等麦克骂够了，沃伦才坐在沙发上，
跟我缓缓说出了真相。我跟麦克根本不是兄弟，按你们中国的关系来说，我其实是他的姐夫。我眉头紧皱，脑子微微作疼。3年前我才20出头，对这边的文化很感兴趣，所以一毕业就过来了。第一个认识的人就是麦克和他的姐姐曼妮，我们是在头等舱认识的。当时他们很热情，愿意帮我租房子。熟了以后，麦克开始带我出入各种场所，包括地下赌场，还带我玩古董字画。不过我对赌博不感兴趣，唯有古董字画，我是一直很憧憬的。所以在他的引荐下，我买了很多，本来都很好，我也很开心。可我没想到，他是个托。他挥霍完我卡里的30万美刀，然后就开始给我放贷。后面的事不言而喻，你就不能不借吗？我问他。沃伦摇了摇头，说不借。但是我和曼妮确定了关系，不借的话，曼妮就要告我用强，这根本就是敲诈我。气愤地说。沃伦苦笑了一声，是啊，都怪我当时识人不清。不过还好，这几年我也陆陆续续攒了一些，加上我现在也小有投资，有一笔款等1个月后就能到账，到时候可以连本带息一起还给他们。到时候我就和他们解除关系，到那个时候我就真正解脱了。我也松了一口气，替他高兴。正在这时，沃伦忽然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小倩，等我处理完这些烦心事，你愿意答应我的追求，做我女朋友吗？外国人的求爱总是很直白，我在他的注视下，忍不住翘起了嘴角。沃伦长得帅，身材好，而且谈恋爱手段一流，这些对我一个20多岁没谈过恋爱的女孩子来说，简直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于是我们就这样半推半就的有了一条隐形关系，加了 V， 每天信息发个不停，甚至还注册了某个视频软件，每天分享视频续火花。我们聊天的频率越来越高，以至于我在学校频频走神，看我总是傻乐呵。闺蜜忍不住敲了敲我的脑袋，质问我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讪笑2下，在闺蜜林雪的威逼利诱下，我还是交代了，把我和沃伦的事大概说了一遍。闺蜜听了以后，直接打了我一巴掌，你傻啊，这明显是杀猪盘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闺蜜说，我没谈过恋爱，经验不足，但林雪就不一样了，她家境不错，从小国际学校长大，在上海都是排得上号的，所以经常能认识到形形色色的高质量男人，而我就没那么好的命了。父母双亡，只有一栋老旧房子，上大学都是助学贷款，根本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我这样的人能和他做朋友，纯粹是因为我俩同一天生日，有这么强大的缘分，所以才成了闺蜜。他总是给我出主意，就这么个高大帅气的白人，你真以为会看上你啊？看上你漂亮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舞蹈学院要漂亮的，那可是一抓一大把的。他图你什么呀？肯定骗你的是杀猪盘，你等着吧。就他那套话术，什么一笔款，你等着月底他打电话告诉你，款下不来了，被骗了，然后问你借钱吧。借钱闺蜜这番话让我心里有些打鼓，毕竟这些年杀猪盘的教育片也没少看，很多高学历人群也会被欺骗，最后人财两空。我虽然没什么钱，但咬咬牙，家里的房子还是能值个几十万的。更何况，其实那天沃伦向我表白时，借他点钱的念头是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的。这一点我没敢告诉闺蜜，但她的话足以让我产生警觉。于是我决定耐着性子，考验他。如果他一张口就要提借钱的事，那我就马上就断绝关系，再不往来。毕竟骗色可以，骗财不行。接下来的2个月里，沃伦不停地约我出去，我们一起吃饭，一起逛街，期间都是沃伦在付钱。我实在过意不去，想要也花点钱，可都被他拒绝了，并且只字不提借钱的事。我的心刚安定下来，觉得他应该不会是闺蜜说的那样，但没多久我就接到了沃伦的电话。对不起小倩，
我的投资赔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这不是要问我借钱吧？于是赶紧开了外放，让闺蜜也听听。小倩，我现在不能和你在一起了，投资赔了30万，看来麦克的钱是还不上了。沃伦无比沉重地说。闺蜜冷冷一笑，用嘴型吐出2个字，骗子。小倩，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忙，你能不能？没等沃伦说完，我就愤怒地挂断了电话。我笃定他肯定要问我借钱，所以我想也没想，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。这么多天的相处，就当我喂狗了。挂了电话，闺蜜还在嘲笑我，你真是猪脑子，这么低级的骗术就让你进去了。怎么那男的是帅气多金，还是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？要不是我，你这辈子就当傻子吧。像你这种农村妹，一辈子的眼界也就这样了。好好在我身边做跟班，多学着点，以后说不定能傍个有钱人家的司机什么的。闺蜜的话说得不客气，听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闺蜜出身优渥，说话永远有一股看不上我的感觉，但我实在是平时没什么朋友，只有她肯跟我说话罢了，所以也并没有多计较，默默地回了被窝。我以为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没想到几天后，就在校门口看到了沃伦。为什么拉黑我？他上来就质问我。我咬着牙，想直接就把这些事都挑明了，结果没想到，下一秒，沃伦的话直接让我愣在当场。我就是想跟你一起出国散散心，你至于拉黑我吗？啊，我愣住了。沃伦也一脸郁闷，我虽然损失了40多万，但也不至于养不起你。我早就想和你一起旅游散心了，还记得之前我替你办的护照吗？已经下来了，咱们刚好一起出去。本来计划的是欧洲，不过你也知道我目前资金链不好，所以打算去泰国周边玩一圈。似乎是有这么个事，因为我不了解，所以把证件给他全办理了。然而他找我竟然不是借钱，而是出国旅游，这可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再次懵了。在我晕晕乎乎的时候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喊声，小雪。我一转头是闺蜜。闺蜜虽然是小富婆，可因为出行随意的缘故，穿着并没有十分贵气，反而是我，一身香奈儿小香风，背着大几十万的包。当然这些都是高仿 A 货，只是为了满足我出行的虚荣心买的，我没那个实力买真货。这就是你上次说的男朋友？闺蜜明显有些震惊。挺帅的嘛，她有点酸酸地说。你跟你闺蜜说什么？不会是夸我身体好吧？沃伦开玩笑。我顿时臊红了脸。沃伦的身体没话说，而且他好像有瘾一样，我们只要接触，他必然会亲我。其实我更加没好意思说，我对他也有瘾，这是我的一个小秘密。怎么不请我吃饭？闺蜜忽然说。我有些惊讶，闺蜜不是一向看不上沃伦吗？怎么忽然要跟我们一起吃饭？更何况她不是认为沃伦是个诈骗犯吗？这位大小姐怎么会忽然感兴趣，跟我们一起吃饭了？还不等我想明白，我们已经驱车来到餐厅前。我们开车去了一家泰餐馆，环境很优美，是会员制的，看得出来沃伦很熟悉这里的环境。很快就点了一大堆，菜刚上来没多久，就见闺蜜捂着嘴笑出了声音。她一边夸沃伦，一边却来拉踩我。我说小倩，没想到你虽然人土土的，是乡下来的，但眼光不错啊，钓到这么有品位的富二代。这句话让我立刻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我一直没跟沃伦说我的家庭，毕竟我这种家庭在遍地富二代的舞蹈学院里也是很少见的，但作为我的闺蜜，她竟然就这么戳破了。小倩只是看上去比较低调而已。沃伦笑着说。话音刚落，知道我真实情况的闺蜜就发出一声嗤笑，她浑身上下也就你最真了。闺蜜意味深长地说。这顿饭吃得很慢，因为我感觉到闺蜜明显在拖时间，她似乎对沃伦很感兴趣。应该不可能吧？我心想，闺蜜这么个有钱人家的千金，眼光一向很高的，就算沃伦优秀，她也不屑于跟我抢吧。这么一想，我就安心多了。
当晚我就看到闺蜜对着手机乐不可支，我猜她应该是又跟哪个小奶狗好上了。不过我也没工夫管她，毕竟这头还有沃伦要满足。我们经常躲在被窝里打视频谈恋爱，尤其是她那强健的体魄，每每看到都让我很心动。不过最近她比较忙，一连几天我们都是信息联系，我忍不住的时候，偶尔会给她拍一些我的照片，她也会给我拍她的腹肌，每次都馋得我上下流口水。我心里暗自期待。这天她忽然来了电话，邀约我出去吃饭，我心里一喜，特地把我新买的性感衣服穿上，我想给她一个惊喜。我们吃的还是泰餐，沃伦似乎非常钟情泰式料理，我很期待饭后的程序，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这次见面，沃伦对我冷淡了许多，但似乎对我的家庭特别感兴趣，不仅问我家住在哪，还有家里有几个人，平常开什么车，难不成是在嫌弃我？我有些忐忑，但所幸沃伦似乎只是想问一问。吃完后，沃伦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送我回学校，接了个电话，就匆匆离开了。我顿时有些委屈，下意识想跟闺蜜诉苦，她应该是在跑步机上，所以气息很重。听我说完，她冷嗤一声，不是我说你小倩，你看看自己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就算沃伦不要你也是很正常的事吧。说完她就粗暴地挂断了电话。我原本以为她是心情不好，没多放在心上，然而第二天她却是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。那是一条视频，里面是酒店，她旁边的男人不是我的男朋友沃伦，又是谁？你看你个乡下土妞，你也配跟富二代谈恋爱啊？富二代当然喜欢门当户对的啦。这下好了，你的泰国旅游要泡汤了，要换成我和亲爱的去了。视频里，闺蜜炫耀的把机票拿出来晃了晃，原来机票都已经买好了。再一看，上面的日期正是今天。好啊，好一对狗男女。我一个没忍住，直接把视频发进了校园群里，立刻引起了沸腾。我就是要曝光这对狗男女，尤其是林雪这个女人，竟然敢背着我勾搭沃伦。再回想一下其他细节，我总算明白了，跟他聊天的到底是谁。由于沃伦和麦克教练长得太像，所以视频一经传出去，学校师生都以为是闺蜜跟麦克在一起了。而刚刚好，他也确实请了一个年假。传播太快，校领导马上对麦克做出了停课处理，而我也根本不解释，就让这群人狗咬狗去吧。视频在网络上发酵了好一阵，或许是怕出名，沃伦一口气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微信也发个不停，可我压根不想看，直接拉黑处理，沾染上他们真是晦气。我期待着闺蜜旅游回国以后，她那副臭样子被全世界看到，毕竟她现在是全校恶妇排行榜第一。我冷笑一声，她就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，所以自己发了照片出来。她以为我不敢发出去，可她忘了，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。就这样，抱着这样的心态过了一周，我发现闺蜜根本没回来，在外边肯定乐不思蜀了，我心里暗骂。又过了1个月，就在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在国外定居了的时候，忽然我接到了一通神秘的电话，竟然是林雪的父母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已经1个月没跟家里联系了，但他的信用卡却一直在泰国、老挝还有缅甸等地被消费，且都是大额的，动辄几十万。我冷笑一声，没好气地说，你们的女儿说不准正跟男人同居呢。就这样，我气冲冲地挂断了电话。这件事我并没放在心上，毕竟闺蜜疯狂消费又不是1天2天了。可第二天，一通电话又让我震惊了，这次不是林雪的父母，而是林雪本人。小倩，你能不能借我50万？我求你了，给我转50万我才能回国，不然他们就要把我弄去卖了。我求求你了，我现在在园区里，没有钱，他们会打死我。我震惊了，他竟然被卖到园区了。我有点怀疑这事是真是假，但几句话没说完，我就听到几声脏话，紧接着就是林雪的一声惨叫。
再看手机，已经被挂断了。东东宿舍门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，一开门，门外居然是警察。赵倩女士对吧？我们监测到有电诈园区给您打了电话，希望您配合我们调查一起人口失踪案。去了警察局以后，我才知道闺蜜真的被卖到园区了，而她的父母以为这是诈骗电话，所以根本没管她。难怪她会给我一个乡下土妞打电话。我冷笑一声，心里说不痛快，那是假的。警察询问了我整个经过，我如实说了出去。只见警察摇了摇头说，那你算幸运的了，这个沃伦的身份证根本是假的，他是偷渡过来的，这根本就是有预谋的，他们应该都是有一整条产业链的。警察说完这句话，我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。回想细节，当初沃伦可是要带我去泰国，如果不是闺蜜横插一脚，那么今天在园区里的可就是我了。我顿时打了个寒战。回家以后，我把有关沃伦的所有人和事都清理干净了，本以为事情会就此平静，然而一个人的到来却打破了这份平静。是麦克，他不是跟学校请假了吗？不过说是请假，实则我猜测就是畏罪潜逃了，毕竟他跟沃伦根本就一伙的。他在楼梯间堵住了我，你想干嘛？我强装冷静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你别紧张。麦克马上说，其实我们都被沃伦那个混蛋骗了。什么？我有些疑惑。接下来他就向我坦白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原来他们一开始的目标原本就是闺蜜，因为闺蜜家里足够有钱，而我只不过因为跟闺蜜同一天生日，加上经常背假货包，所以被搞错了而已。其实我早就已经喜欢上了你，所以多次跟沃伦说要终止计划，我不想你被伤害。麦克眼眶有些湿润，亮出手腕上的勒痕。只是沃伦这个家伙把我关起来了，我今天才逃出来。小倩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爱你的。我给你看我和沃伦的聊天记录。他翻了一长篇聊天记录，里面全都是跟沃伦的争吵。麦克的确处处在为我说话，这让我内心不禁有几分感动。小倩，虽然我做了错事，我求你摒弃前嫌，跟我在一起。我只想好好的看着你，守护你。我感动得稀里哗啦，诚恳地点了点头。好教练，我答应你。这几天发生太多事了，我心情很不好，咱们明天就邮轮旅游吧。我攒了点钱散散心。麦克一听，想都没想，连连点头，但他却没注意到，我嘴角勾起了一抹淡淡的冷笑。第二天一早，麦克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坐上了大邮轮。当邮轮行驶到公海的时候，我给他倒了一杯橙汁，麦克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半个小时，当邮轮驶入公海附近，麦克这才醒来，但让人吃惊的是，他竟然瘫痪了，除了脑袋，其他地方都动不了。他害怕极了，疯狂寻找医生，为了他的安全健康，可我拒绝了船上的庸医，我靠了公海医疗队，然后他就被抬上了医疗队的手术船。嗨倩，今年这是第几个了？都是白人这种好货色，你可真了不起。医生一边把手术刀往麦克身上比划，一边羡慕地说，等这些器官一卖，你的账户可就又能进不少账了吧？凑合吧。听清了我们的对话，麦克惊恐地抬起头，望向我的瞳孔里，全是惊惧。你要对我干什么？他哆嗦地问。我微微一笑，有些不屑。亲爱的沃伦，现在才问我要干什么，不是太迟了吗？别以为你装成麦克，我就真的分不清你们。真正的麦克现在还在园区里作威作福吧？我的话令麦克，不应该是沃伦虎躯一震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小倩，我是麦克，是你的教练啊。这中间肯定有误会，他拼命说。我俯下身子，在他耳边低吟，死心吧，我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你这点把戏难道我还看不穿吗？你用这一招骗了不少人去园区吧？我悠然道，连环计。我说对了吗？见我完全拆穿，沃伦咬牙切齿地问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海上牛头人，我温声说。话音刚落，
医生就把沃伦推进了船上的手术室。进去之前，我成功听到了沃伦惊恐的惨叫声。我点了一根烟，细细抽了起来。没错，我是海上牛头人，跟泰国缅甸的园区不一样，我是专做水路生意的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公海上，跟这艘公海医疗队合作。我负责带人，他们负责手术。这条产业链之成熟，远远超过园区，而且地点还只是在公海上，更是没有任何警方可以管制。而我只是按人头拿提成，就已经赚了不少钱，都存在国外的银行里。这些年里，我弄来了不少人，譬如贪官，譬如强盗，再譬如杀人犯等，他们没有一个逃出了我的手掌心。既然这些人如此可恶，不正好全了我想要赚钱的心思，简直是两全其美。等船驶出公海以后，我重新乘坐了小游轮回到了大陆。这次我的目标十分清晰，医院秘密做器官摘除，从此牟利的医生。我要告诉他们一句话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